好，来看一下，今天我狼给大伙带来的是经典的街机射击类型游戏而且是海底的射击游戏，叫《海底大作战》。操作者呢是来自于贝尔兔尔双马尾给大伙表演的。而且你看，《海底大作战》这个游戏小的时候我就玩过，其实真的是挺有意思的就是因为作为射击类型游戏，大伙要不然就是在天空当中射，要不然就是陆地当中，对吧？这个呢又是有深海又是有海。而且呢，你还能浮在半水面上，还能打击空中的这个目标，这个确实是比较狠。而且这个这个游戏呢，之前我狼解说过一次，上次也是一命通关，但这次呢，咱们玩的应该比上一次要稍微的有技巧，也不能说有技巧，其实一命通关嘛，都是一样但这个就是我认为呢，可能就是比较偏教程一些，而且打的呢比较实惠大伙可以看得很明白。来。射击类游戏呢，很多人都认为这个游戏是为了这个，对吧？说是名义上是为了打怪，其实呢，大多数来讲是躲子弹，而且呢要背套路。好的，怎么才能打上方的炮台呢？兄弟们，是这样的如果说你把这个船体浮在水面上，你朝天空那个炮弹是可以打到的，否则就打不到。一定要小心这边的鱼雷看不见？这还有这个冰川之类的特别的凶。好，来看看。你看，你看飞出来之后也有跟踪效果上面那个什么雌虎战斗机也不行就是摸一按摸一按灭。好的，一顿爆。你看这个鱼雷也挺有意思你看你发射这个有点像浮力型气泡鱼雷，主要是打你正上方的目标，而且它飘到上面会炸，但是对空中的目标应该是没有什么效果。好的，一个激光刺完了之后会结冰。这个设想非常的狠好，一顿炮。直接自爆我真是服了。要不你把它解绑一下，解绑先给家里，我早上起来还能打一打。它不能解绑吗？好，来看看这上方，你看这个有一些补给就是也叫什么呢？就包括你吃的子弹的类型，对吧？吃的子弹的类型，这种感觉。好，来看看这关的 BOSS， 先打到先在最底下来先在最底下来，然后直接一顿炮。漂浮型漂浮型的这个效果，该挡该忍。这感觉第一关上来就虽然说给人一种感觉并不是特别难，但是呢总感觉你看像它这个特效做得好其实还是有浓烈的这种就是类似于像这个合金弹头的质感，还有这个魂斗罗的战斗风格，看不看见？有点像对，这个游戏确实挺难的，你们不服可以自己上去试一下。我个人认为射击类型游戏就没有特别简单的，只要是射击类型游戏，真的是这样的那这个游戏其实也可以打摊分，有机会可以给大家伙看一看。这个在小的时候游戏厅没少骗你币是吧？我们标题都起好了起好了。小的时候骗你币的男人找到了，对吧？骗你币的男人找到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好，你看这个闪电的特效其实这个游戏画面做的真不错。这个游戏没火呢，你不能说它难，它不火。射击类型游戏一直以来就是不火。很多游戏哪怕你是不温不火是吧小的时候认为最火的还是那种动作闯关类游戏比较火，真的。相反你这种射击类型游戏最火的射击类型游戏就是合金弹头。其实合金弹头说是射击类型游戏，我个人感觉因为它是横版人物之间对抗因为它还是一个比较偏闯关类型，再加上它的风格特别好，剧情也好然后呢武器呢设计的也多，所以说对吧？那合金弹头是个另类，合金弹头也是目前咱们现在这个时代上这个就比较好的，对吧？一个射击类型游戏了，基本上来讲就没有什么射击游戏能超过它了好，可以看到这个大楼，这个大楼都沉底儿了确实是狠。直接打穿，我操，这是
这是到底是大楼沉底儿，还是说这个诺亚方舟就是大洪水把这个城市给淹了呢啊？好，可以看到这个子弹可以对上方的漂浮的东西造成一定的建设伤害，哎，但是呢，哎，对你一定要等一等，要归一归啊，这比较安全。主要是没血一碰就死，那合金弹头也是啊，一碰不就死吗？对不对？好，啊，这个还是利用这种伤害来把上方的那个打掉，这个确实挺讨厌的。你看啊，它发射雷的频率也是挺恶心的，这大楼说没就没呀，这个大楼啊，欺负老实人啊！加纳战机有难度啊，你别不会选啊。加纳战机好像有4级难度，你选最高难度的话挺难的啊。啊，在上方打，还是利用这个建设伤害啊！你看，这个子弹比较爽，打出来的你看这个攻击效果啊，螺纹效果。对吧？螺纹效果，好，双 boss， 这个地方像不像《合金弹头1》里面，对吧？是第3关还是第3关的 boss 吧？好，是2个这种海底这个穿梭机，有点像哈。来，你看，能造成这个波纹，哎，直接打爆。可以4面开火，有关 BOSS 是圆球组成的，谁知道？4面开火，你说有一个射击游戏，然后呢后面有个小尾巴，啊，小尾巴，那个是，啊，它能把你困住，看没看见？那个小尾巴，那个是3个奇迹当中的那个空战版，但是3个奇迹陆战版和空战版其实是一个故事，陆战版打完之后呢就起飞变成空战版了，啊，是一个故事，但是小兔推箱子就不是了啊，小兔推箱子是独立的啊。好，第2关 clear。这个游戏其实剧情还是非常饱满的啊，一个射击类型游戏也还算不错。来看这是什么？0093，这关好像有点对空的感觉了，看没看见？哎，你对空了，咱们虽然说是潜艇，但是你看要对空的，这是谁的一个海湾的军事基地的感觉啊？看没看见？Japan， 日本的兄弟啊，集装箱上写的。没说错吧啊！哎呦我去，看这潜艇的破坏力是真大啊！而我跟大家伙讲，海底大作战好像还不是只有1代，好像是有3代，有海底大作战1、2、3啊！我不知道大家伙能不能理解我说的啊？这关主要是对待这个地面和空中的啊，看没看见？赤樱，那个楼上写的赤樱，红色樱花的意思呗啊。好，再你看上方的子弹也可以通过方向来控制。其实感觉咱们这个潜艇的这个火力是真的猛啊，这个火力。上方的推土机，哎，只要你走得快，它就压不着你。你看，6日本什么？本庄陵，哎呦我去！上方跑的这是野猪啊，大导弹，你要小心这种榴弹啊！有的时候像这种榴弹，一个不小心躲不了，是吧？就是这个游戏画面，你都分辨不出来哪个是敌方的子弹，这个就难受了，真的啊，特别难受的啊！哎呦！其实还好是可以抵消掉啊。这游戏呢，你看起来好像，哎，我看起来没多难的样子。当你玩你就知道啊，确实挺恶心的有的地方，因为你死的时候会莫名其妙死。啊，终于爆了！我操，这个地方无限的运火车啊！对你分不清出来到底是谁的子弹，这个很讨厌。
其实很多射击类型游戏都很难。那你说街机里面现在号称最难的就是《怒手领风3之最大往生》，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人能够一命通关啊，除了是吧？当然除了 TAS。来看看这关的 BOSS 啊，各种组合。就必须得用这个扶起来，就在上面去打它才行。这是辐射激光啊，但是 BOSS 傻傻的，看看啊，确实 BOSS 有点傻。好。主要是上面还有那个飞机，看没看见？那个飞机直接落地，直接给补给啊，就这种。打这个 BOSS 比较磨叽一些，其实没啥危险，你看，但确实没啥危险。很多人说正常打，如果我要是在它正下方朝上开的话，岂不是更爽？但其实你看它这个飞炮啊，是带有这个跟踪效果，所以说也确实不弱。啊，对吧？直接一打爆，然后在水里了，开始。但是不要怕，不要怕，它不会贴得太近。好了，一个箭射，用什么子弹打某个 BOSS 啊，都设计得非常好啊！你看，小心一点。你们是在那个？这个游戏是 PS 还是土星上的？是世嘉土星上的游戏吧？我都忘了啊，拿光碟玩的。我知道是街机游戏，街机也能玩。那这么说，你可能不相信，那世嘉土星还可以玩那个拳皇97呢？我在土星上玩过是97，对吧？好，直接打爆了。好，第3个 BOSS， 你看有个印记啊，有个印记，每一个 BOSS 都有个印记。第4关，他这个情境整的挺好，你看，这关是正儿八经，你看啊，这个就是你看它这个水平面，这么一看的话，还是以水为主啊，就这一关卡，对不对？其实有的时候玩游戏啊，千万不要着急。你像那些打速通的，都是把游戏的版全都背下来了，基本上，所以说人家打速通，人家太着急的。像咱们这种玩家啊，有的时候就我跟你这么说吧，正所谓欲速则不达。如果说只让你玩的稍微慢一点、谨慎一点，其实就是肯定不会亏。如果你10个币能通关啊，咱们假如啊，那如果你慢一点的话，也许你8个币或者7个币就能通，但你越着急就会越难受。不过什么游戏都是一样啊，必须要有套路。你可能玩的多了，那什么游戏都是玩的多了，一命通关应该都没有问题啊，就是普遍的游戏啊。当然你不像我说那什么怒手领风，那种那是得有天赋啊，什么超长空少年什么的。我操，这是什么？我操，这个是金龙鱼吗？好，利用这个朝上雷，这个鱼如果要是整好了晒干，应该能挺好，对吧？手撕棒鱼，用这个雷，感觉它确实爽啊，可以连发，然后还可以对吧？它漂浮是慢的。有的时候慢的比快的要恶心啊，可以用来提前打输入。这一关都没见过，那没见过是狠啊，没见过。好，突出来。灯，来看看，
啊，这不是九头蛇吗？我操，这是玄武壳加三头怪，看不看见？有点浓厚的那种龙王的感觉啊，龙王的感觉啊。啊，这是火龙嘛啊！下一关很震撼，一会儿去看看啊。直接打爆！他这个小喷火是真狠啊！你看啊，一发一发打，不要着急。你看。打出一发炮弹有个箭射，你看它能打出2个，分散出很多小子弹，造成伤害。你这么一看的话，就是对吧？因为弹药还是无限的，啊，就是有点浪费时间。而时间呢，正下方你看还有67秒钟，对吧？所以说基本上这个游戏没什么太大难度，直接打爆了，直接打爆。这是海龙啊，来又来一个印记，砰！ boss， 咔一个三头龙，啊，这 boss 的形态啊，看，直接卡了个印章。来，听说这一关极其震撼是吗？我们瞅一瞅，我们看一下啊，哇，睁开眼睛，拴着链子，看，这不他妈就是合金弹头6吗，大哥？这不就是合金弹头6吗？金星人。 你不要以为我他妈不知道，大哥，啊，我真赖啊，这个。好，我说这个鱼雷还能跟踪啊！啊，这个地方也是哎。 这个地方是合金弹头76，哎，也是6，好像是，但是它是从上往下，然后去挖土机、挖掘机，啊，挖掘机的节奏啊！哎，你看我底下这个大哥啊，底下这个大哥到底是什么生物啊？远古时期的生物啊，这个。这哥们一看就是宗教系的啊。 好，啊，用这玩意儿砸他啊！哎呦，我太残忍了！还有，咚咚，到底是石头人是啥啊？哎，我这么残忍呐！这眼珠都砸掉了！哎，怎么还有第3只手？我操！哎呀，啊！哎，4个眼珠，哎，小眼珠子啊！ 第4只手，4手连弹，啊，完全是被这个空中，对吧？也不能叫空中啊，应该叫做从那个上方掉下来的这个砖块砸死的这哥们儿啊，生是被砖块砸死的啊。这小眼睛也可以对咱们造成伤害，小蝌蚪，咱们也不要被这个砖块砸到啊。 好，这小眼珠子，你看带自导导弹的感觉啊！你说你太狠了啊！好，头打掉了就没了。 合金弹头2那个也差不多呀，对吧？有点像合金弹头2那个盘龙柱啊，也差不多的感觉是吧？啊，唉，好，来看看这个船，
这小船挺狠啊，这个有一个朝下的这个喷射炮筒，上方还有雌虎战机，啊，慢慢打，你看它这个子弹带溅射确实厉害。好的，你看这个小鱼雷，你该躲就得躲到中间。这个判定框还是挺大的啊，要躲的话得有微操，要不然你懂的啊。打击者1945有机会啊，有机会。哦，这一顿这么夸夸的啊。你看，就在中间躲，啊！我这下雪了，下雪了啊！感觉这个也不是无限的啊，把这些小那个恐怖机器人先打死，先清掉啊，先清掉，不着急，没了 ，OK， 从上面走。其实这个子弹可以抵消掉啊，也还好，能抵消掉敌方的这个炸弹啊，设计的也还可以的，要不然太难了，这个真的啊。100个星星奖命一条，就关键是一命通关。就无所谓讲不讲命的东西了啊！下面这个东西就是 BOSS， 最后一关是个大火箭，海底火箭是吗？就感觉最猛的应该是什么呢？应该说是那个，你看他用箭射的去打，上方这个船已经跟了半天了，这个船啊，好，直接打爆。不扯了啊！好，我说这个导弹根本打不爆啊！你说这个导弹跟合金弹头那个导弹是不是也挺像的，对不对？好，追着走，慢慢来。哎，你看有危险啊，你得微操了。如果你不微操的话，那是吧？有可能撞到导弹上，死老惨了。好，慢慢跟着走啊，在中间这是最安全的啊。很多人说，如果要是我直接走到这个小怪的身后，对吧？然后身下正下方，然后我就用那个朝上的那个鱼雷打它，行不行？我感觉应该也行吧啊。好，一顿走。看看，慢慢来啊！你攻击它的话，它可能会飞得更快，看不见？啊，它可飞得更快。好，速度变快了，看不见？后方的炮弹从后方躲啊！满屏抽火，操！满屏超火，这个给贵了啊！如果我狼有哪一天满屏超火，我吹牛逼，我肯定瓦狼线下聚会啊！我操，这个导弹啊！你别给我急死了啊！这个装置看起来很屌的样子啊！打的屁股不费血啊！感觉是打的屁股不费血啊！满屏超火，第二天就不来了，别闹了。那如果第二天是满屏超火的话，那瓦狼，我操，直接一手财富自由啊，兄弟们！啊，那得屌成什么样啊，对不对？好，哎呦这个躲的好极限，这个躲的啊！终于可以打了，但是躲这个球看一下，
我这个球呢，严格意义上来讲，作为飞机大神的玩家来讲，确实不难。但是对于新手来说啊，就是有点紧张，真的。要知道啊，你击杀敌人不是目的，躲子弹才是终极目标。只有躲了子弹，才能够进行输出，对吧？好，打爆了一节，跟着走啊！好，就是正下方，就跟我的设想是一样的啊，正下方往上打没有危险。又拖了一节，好，这伸出了一个龟头，哎，其实感觉这个火力挺狠了，这个火力你看，有建设效果的啊。其实还有个游戏挺难的，还有个游戏就是彩晶的那个《战国之刃2代》。《战国之刃2代》就目前为止没有人能够一命通关2周目吧，对吧？只有一币通关2周目啊，一命通关现在是没见过的。不信你们可以试一试啊。好，这个大龟头来了，前面打掉，又是从这边伸出来了，看不见？有危险啊！你在最下方也不行，要等他把这个攻击的这个频率躲过去，躲过去之后呢，再换到后面去，咱们再打啊！好，又从后面要打，散弹魂斗罗，别被他夹死了啊！而且这个 BOSS 也没有血量显示，看不看见啊？2周目是那个 C 神是一币通关了啊，目前只有他一个人一币通关了，一命通关感觉操，真的啊！好，这后面还有，你看，这你打过来，后面只要一爆，对吧？还会有那个爆炸效果。又打到前面了，打到前面的话，他又伸出这个头，然后又发射，咱们还得躲，就没有朝后面打枪的啊，这个，对吧？其实这个它不算是那个弹幕类型游戏，弹幕类型游戏是实在太狠了啊！你看这多肉啊，这个大导弹，我天啊！海底大导弹，相当肉。作为最后一关的 BOSS 啊，也是非常有排面啊，对不对啊？相当有排面的。啊，这个没法躲啊，你没法说输出的时候进行打，只能是正常先躲一手。啊，呦！而且他往前还会刹车，然后再往后刮，他也能刮到你。你看，这个路子特别狠啊！时间肯定还是够的啊。这个形态打就有点像什么呢？这个形态打有点像那个合金弹头5代的那个绿色飞机那个地方了，有点像那个绿色飞机那个地方了啊。好，时间倒数啊，哎，刚刚好，他就剩1秒钟了，兄弟们啊，就剩1秒了。好，直接逃出升天，不，这个太肉了，这个啊，这个是真的肉，咱该说不说的啊，牛逼！好，你们小时候谁也没看过，很少有看过这个通关的吧？啊，来看看，咔咔一顿爆，这感觉
感觉这个设计啊也是挺逗的啊，就跟合金弹头似的，就你按键回放啊，包括很多这个东西回放，各种毁灭啊，各种毁灭。小的时候其实我们当时游戏厅是有的，后来就下了，因为没有人玩，就是太难了啊！再加上除了那种难之外，再加上嘛，射击类型游戏本身就是这个刁啊，对吧？这没办法。好，我们看看最后啊，一手按键小回放，一手子按的，最后这5个这个设定啊，对吧？好，那不多说了，在片尾的最后呢，也是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大家喜欢我狼解说，可以点击屏幕上的关注和订阅来支持我狼。我们就下期再见吧。